萧炎，3D 盟主。萧炎的回归让得联盟的众人都是一阵狂喜。然而下一秒就见一失明宗的斗尊强者冲着萧炎的后背就是一记黑虎抛心。众人小心的喊声刚落，就见那偷袭者已经口吐鲜血的倒飞出去了。萧炎甚至连身体都未曾转过去。牛逼 Max！ 抬起头，萧炎看了看自家被压着打的战场，手掌轻轻一挥，道：动手吧。旋即众人就看到了斗尊天团的闪亮登场。好恐怖的阵容！萧鼎与海波东等人皆是目瞪口呆地望着这豪华的手柄，一时间生出了无限的感慨。各位动手吧，让我们来试试这些西北大陆上的斗尊强者到底强到何种地步。只见那胡氏老大仰天大笑，旋即直接是踏着虚空就对着不远处的失明宗强者暴掠而去。其余的强者以及星陨阁的氪金长老紧随其后。收回目光，萧炎冲着怀中盯着自己看了许久的小女孩轻声道：叫什么名字？潇潇。看着这陌生却又忍不住想要亲近的男子，小女孩低声道。萧炎只觉得自己要被萌化了，微笑着捏了捏前者的小鼻子道：知道我是谁吗？你是爹爹吗？认真的看着萧炎好一会儿后，潇潇才小声道。这一声爹爹直接就撞进了萧炎的心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就将小潇潇紧紧地按进了怀里。女儿乖，贴贴。只是还没来得及多跟自家闺女儿培养感情，一道充斥着狂喜的大喝声陡然响起。你小子总算是舍得回来了。萧炎偏过头，就见那轮椅都快生出火星子了。大哥二哥别来无恙啊。萧炎笑道。你这家伙。萧丽冲上来就是一个熊抱。小潇潇奥利奥加一，还好吧？按了按自己的腿，萧鼎也是看着萧炎笑道。萧炎微微点头，正想说点什么，一道熟悉的笑声突然传来。盟主大人，你这甩手掌柜可当的实在是太称职了。随后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也都闪掠而来，英皇海波东、砝码，还有着那位当年的丹王古河。潇潇。在萧炎对着这些当年的老熟人一一拱手时，一道红色倩影一把便是将萧炎怀中的小潇潇抱了过去。咱就说怎么做到一边抱娃一边拱手的？彩铃望着面前这身着紧身红色盔甲但却依旧纤细丰满的妖娆女子，萧炎柔声道。彩铃娇躯微微一僵，目光复杂的看了萧炎一眼后，略显慌乱的揉了揉小潇潇的脑袋道：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这委屈中带着埋怨的小语气，再加上一旁萧丽等人的神助攻，萧炎的心中也是涌上了一股歉意，上前2步伸出手臂揽住那细腻的纤腰，也不顾后者的挣扎，就将其搂进了怀中，轻声道：对不起，辛苦了。小潇潇奥利奥加2。萧炎此话一出，饶是以彩铃的坚强，也是感觉到鼻尖有些发酸。或许是因为多年的付出与努力得到了回应以及肯定吧，彩铃心中的怨念和委屈散去了不少。但不要以为这样便能放过你。彩铃依旧是轻咬着银牙道，旋即冷艳脸颊略微有些绯红地挣脱萧炎的手臂。本女王高贵冷艳的形象啊，可不能让别人看见自己跟小女人一样的被搂在怀中。就是这么傲娇。萧炎知道彩铃的脾性，无奈失笑后道：接下来的事便交给我吧。旋即不忘捏一捏小潇潇的脸蛋儿道：乖女儿，跟在你娘亲身后哦。爹爹加油。小潇潇点点头，脆生生的道：小心一些，对方斗尊强者也不少。彩铃绷着脸叮嘱道。对此萧炎为之一笑，旋即踏着虚空缓缓地走出城墙。你便是萧炎，联盟的那个盟主？
石天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琢磨着先砍哪只手，因为即便现在尚还未攻破玄黄要塞，他也已经将彩铃当做了他的禁鸾，怎能容许他人染指？某群众，抱彩铃的时候你怎么不吱声呢？某石天，那是我不想吱声吗？还是砍头吧。石天将手中金色大刀猛地狠狠一劈，就见将近100丈的巨大刀芒便是由上至下狠狠地对着萧炎的脑袋劈了下去。萧炎见此，手指头都没动一下，惊得彩铃等人心跳都漏了一拍。现实是石天那连7星斗尊都不敢毫无防御应接的强劲攻势，砍到萧炎身上并未惊起半点波澜。为夫牛逼波，再给你们露一手。轻弹了弹衣袖，萧炎手掌对着石天摇摇一挥，一股可怕的炙热劲风便是直接洞穿空间，然后快若闪电的在后者面前凝聚成一只火焰大手，最后直接拍在了石天的身体之上。给大家表演一个现场火化，就问你怕不怕？主，此时的石天还没死，只是重伤，离死不远了。什么档次的东西，敢肖想我的女人？还有那可恶的魂殿，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搞我家人。九天尊，滚出来吧！随手一掌解决石天。萧炎抬起头来，目光望着遥远处弥漫的黑雾，淡淡的声音如同雷鸣一般，在这片天际陡然响彻。九天尊也是个听话的，让出来就麻溜的出来了，生怕晚了就没有出场机会了。我倒是谁？原来是你这丧家之犬，没想到你还真有胆子回到这里。既然如此，那此次也顺带着将你也擒了，一并带回去吧。九天尊目光阴冷的望着远处的萧炎，冷笑道：某群众，准备好冰块吧，阵痛的，我没开玩笑。听着九天尊的大话，萧炎笑了，就怕你没这等资格。开玩笑，若是在进入天幕以前遇见着九天尊，或许还略微有些麻烦，但现在嘛，萧炎有10成的把握将这九天尊彻彻底底的留在这里。同等级之中，萧炎至今还真是未曾惧过谁。大言不惭，还真以为实力有所提升便足以嚣张？今天这里恐怕你是来得去不得。九天尊冷声喝道。此时的九天尊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不耽误他怕死。开玩笑，石天那下场可不是假的，看我找援兵围殴总行了吧？只见3道身影突然闪掠而来，最后立于九天尊身旁，旋即阴森的目光在萧炎身上一扫，怪笑道：原来是这小子，据说我们魂殿好多家伙都因为抓这个小子失了手啊。路人甲 A 道：要不一起出手将其抓回去吧，若是能将这小子带回去的话，那可是大功一件呐。不配拥有姓名的路人甲 B 道。萧炎目光扫了一眼那出现的3位黑袍老者，搞得像谁不会摇人似的，可笑。哈哈，魂殿的人总喜欢干这些勾当。一道大笑之声自萧炎身后传来，瞬息间3道身影便是出现在了萧炎身旁，正是那此次被邀请而来的胡氏3老。没错，他们将联盟那边的势力稳定下来后，就直接过来帮萧炎撑场子了。笑话，也不看看萧炎是谁罩着的。萧炎要是出了问题，丹药没了不说，指不定还得被那药老迁怒。胡氏3老，没想到你们这3个老不死的也来了，看来果真是活得太久了，连脑子都是昏沉了。九天尊沉着一张脸讽刺道：哟呵，还是认识的？说谁老不死呢？别人怕你魂殿，我们可不怕。这天大地大，你还真以为魂殿能够只手遮天不成？只见那胡氏老大撇了撇嘴后，又偏头冲着萧炎道：少阁主，这甜造的老家伙便交给你，其余3人交给我们3人如何？那自然是可以的啦。胡氏老大见萧炎点头，一声大笑，就带着他的2个胞弟如同饿虎扑食一般，冲着那魂殿之人就杀了过去。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视频都看到这里了，给牛奶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下期再见。